老金意外撞车，却发现了年轻车主后备箱的血迹。老金虽然因为老年痴呆暂时忘掉了年轻人的样貌，但从双方的眼神中，他们都确认了一件事：对方一定是个杀人犯。年轻人叫小敏，同样两个身份，一个是总署调查科的警察，一个是连环杀人犯，和老金如出一辙的命运。小时候有个经常家暴的父亲，要把母亲扒光衣服赶出家门，他准备杀了父亲，但命运跟他开了个玩笑。为了阻止他杀掉父亲，母亲在背后用电熨斗打了他的头，打碎了他半边头骨。他没想到伤害他最深的不是父亲，而是母亲。从此他开始报复虐杀女人，他觉得天下的女人都一样愚蠢媚俗，无药可救。在平时的工作巡逻中，遇到不遵纪守法的女人，他会动私刑结果他们。业余时间他就找年轻女孩下手，两只野兽的较量开始了。小敏通过在宠物医院门口的邂逅，结识了老金女儿恩熙，并利用自己聪明帅气，很快成为了恩熙的男朋友。他得知了老金患有老年痴呆，经常去竹林散步。他调查了多年前的许多命案，他判断出那些多年前被老金杀了的人都埋在竹林。他亲自电话挑衅：“我是警察，那次你撞到我的车还报了警，但我后备箱真的是鹿的尸体。”他当面挑衅。他甚至成功洗脑并挑拨恩熙和老金的关系。老金一次犯病后，恩熙在家质问老金：“你不让我和小敏在一起，说他是杀人犯，但你们撞车那天，警方就是在竹林下面的水库发现了女孩尸体。当天我收拾你鞋子时，你脚上有淤泥，不是竹林的，是水库的淤泥。”老金害怕了，他时常去检查他每次杀人都穿的白球鞋。他也害怕，万一自己老年痴呆记不清自己杀过人怎么办？小敏开始占了上风，老金越来越怀疑是自己记忆出了问题，自己才是唯一的凶手。他托派出所所长去检验他从小敏车后备箱取到的血液样本，确实是鹿血。他去跟踪小敏，却在中途又一次犯病，丢失了所有跟踪的记忆。他昏迷醒来，看见小敏把他捆绑在自己卧室，正在修改他的日记，还得意地说：“幸亏看了你的日记，才把纱布上的血换成鹿血。”他问小敏：“你到底什么目的？”네가 내가 되고 내가 네가 되는 내 살인죄까지 몽땅 뒤집었으면。他想搏斗，又被小敏用麻药迷倒。再次醒来，家里完全没有人来过的痕迹，自己也没有被捆绑的痕迹。老金已经不敢再相信自己的日记了，也无法相信自己的记忆，他几近崩溃，只能去求助自己做修女的姐姐，得到安慰。他把恩熙托付给姐姐，让恩熙先去姐姐的修道院躲一段时间，他一定要在没有完全丢失记忆前找到小敏杀人的证据。这时小敏的杀手锏来了，他反咬一口，指控老金才是过去和现在所有命案的连环杀人犯，包括他自己的女儿恩熙也不放过，因为恩熙已经消失3天了。老金大笑：“怎么可能？恩熙在他姑姑的修道院。”小敏云淡风轻地告诉所长：“아버지가 가끔 어릴 적에 죽은 누나를 찾는다。”老金彻底崩溃了，他冲到经常找姐姐的修道院，是间早已荒废的院子。他想起来，原来姐姐早在他15岁杀了父亲后就上吊自杀了。那么自己真的就是那个唯一的凶手？所有小敏杀人和威胁自己的事情都是他幻想出来的吗？恩熙又去了哪里呢？